这青藏线这条线吧，你有啥看的吗？过来过去就是。这条线是不是相对来说最赚钱的？这条线，嘿，赚钱。这条线，你这条线死的人，你这还没见过。我操！你知道吗？你这前面看着一排雪白的这个冰川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特别想哭。这就是长江，这一排冰川就是它的源头。关于长江源头的定义，一般来说有几个，分别是一级通天河，即古代通天河的上段，大概在古时；还有正源南支当渠，来自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山路的沼泽地；接纳当渠就形成了第二级通天河。正源西支沱沱河开始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大冰峰，接纳沱沱河就形成第三级通天河。北源楚马尔河出于昆仑山南支的可可西里山黑吉山南路，接纳它就形成第四级通天河。而我们这次目的地选择的是视觉上最直观的格拉丹东江古冰川。这甜不甜？甜的很，尝的完了有饭尝。啊，尝。先不要买啊。哦，甜了再买啊。这美女尝尝。哦，给我炸牙，我甜。再甜我不要你要啊。哪儿去？啊，同志们回国了，同志们，啊，还是回国好啊。我们这一次啊，到了格尔木了。这现在是3月21号啊，齁冷的，就感觉24年没过的冬天，在这全给补上了。这太冷了。这今天来采点物资，你猜我们要干嘛？我们这次要讲一个长江的故事，我们要一路开到长江的源头去，从长江的源头再往下走，一直走到上海。所以啊，今天这一站啊，打头第一集的开始，我想带大家看看长江的源头是什么样，那一滴滴长江水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格尔木镇子上早市上买些物资，就一路往上走了。沿途呢还会见几个朋友，啊，所以买点肉吧，蒜苗、饼子、胡萝卜、土豆，有土豆吗？土豆也有。土豆是啊，哎呀，这土豆可以。土豆给我拿10斤。这再往前走就只能在这儿拉物资了。对。上唐古拉是吧？对，我们一路到那曲，到唐古拉那边去，到安多。那远着了。远着吧。上面冷不冷？上面肯定冷啊，一天格尔木都冷，你说吗？对不对？我来换身衣服。肯定，格尔木都冷成厉害。你给我多细点，我上去可能没刀了。1118块。好，然后买点蒜苗，给我拿上3斤就行了。哎，给我拿1斤。你们有饼子吗？有啊，这个是10块钱。给我拿2包吧。往里装吧。你看啊，就这几个人，以工作为名，没一个帮我的。就这些东西啊，全得一路运上去。过了格尔木，再往里走，我们就买不到什么物资了。出发！88，还得再往前继续走啊。不用。
我们现在走的就是这109国道。这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会儿开始有点晒了。这早上出门的时候，这套着羽绒服都嫌冷啊。看这远处这雪山，壮美啊！穿梭在这壮美景色下的这条公路就是青藏公路，也叫109国道。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柏油公路，平均海拔达到4500米。这条公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修建，东起西宁，西到拉萨。1954年通车后，就成为了一条进藏要道。在那个年代，共有11万各族居民参与修建了这条公路，有3000多人牺牲在这里。当年每公里的造价达到了2.5亿。这就是从格尔木，然后一直通到拉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之路。因为当年我们要运物资啊什么的，就都得走这条路。这条路最凶险的路段，其实是在过了昆仑山口之后，过了可可西里，然后到唐古拉，叫念青唐古拉的这个山口的时候，海拔会突然之间拔上去，拔到5000多。然后再往下逐步降到3000多到拉萨。就当年我在青海锻炼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当地人跟我说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要往上运物资的时候，有时候都得2个人一起啊，就是绝对不能一个人开车走这个路，因为这种海拔的这种变化骤变对这个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可能很容易出生命危险。但这已经是10几年前快20年前的事了。这都是在高原地区啊，这安第斯山脉再到咱们这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明显发现这个风貌还是不一样。你在那边走吧，它这个自然环境你只能说是美丽，是个这个绿草一片。但当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这里可以用叫壮美、巍峨来形容。而且我们这边是真的苦，安第斯那边的山民海拔高还能嚼个骨科叶，这边真啥也没有。这还有大坑。咱们这条路真的是世界上最难修的公路了，因为它有大片的这个土地，它是冻土地带。然后冬天和夏天，包括每天的早上和晚上，太阳出来之前，太阳落山之后，它的这个温差极大，所以这个路又经常跑大货车来往西藏去运这个物资，所以整个这个路的沉降的现象会非常的严重。所以就开的时候，你看着啊，你直着看是一马平川的感觉是平的，但是其实开起来哒哒哒哒哒，所以就是一定要控制车速。尤其是这个旅游旺季啊，给开车来了这小伙伴啊，一定注意，真的这边非常危险。这也可以想象啊，就是当年能把这条路修通有多么的不容易。识别到入睡，建议停车休息。我就是眼睛小一点，你也不能说识别我入睡呀。这眼睛小就是吃亏的。打开越野模式。沉不沉？我的颜色就是从头笑。狼！这是狼啊！对，这是狼啊！还真有人喂狼。不能喂。是啊，
你哪儿的？我们带的食物不要去投喂它，你这样是会破坏它们的食物链。你说本来这个狼该努力奔跑的，天天有那么几拨人在这路过，在这喂食，这个狼它就不想奔跑了。本来是高原狼，最后让你们喂成欧洲狼了啊，不合适。沿着青藏公路从格尔木出发，过了昆仑山口，海拔开始攀升，我们也进入了传说中的可可西里。可可西里在蒙语里的意思是青色的山梁，藏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要说咱藏族人民的审美，那绝对是大开大合。就可可西里这少女，那不但气候严寒，而且土壤含汞量较高，所以植被稀疏。这就导致空气含氧量明显较低，就是美，但是美到窒息。我们的青藏公路就从这里穿过，虽然对于我们而言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但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现在走在路上，两边随处可以看到藏野驴、藏羚羊等各种野生动物。别看它们比我丑，可随便一只就是国家1级保护。在这儿，我只配乖乖开车，做他们眼中的风景。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这是咱们这一趟的第一站啊。今儿在这儿来看几个朋友。他们在这儿日夜守护着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啊，然后打个招呼，吃顿饭之后呢，就接着往深走，奔着唐古拉山镇去了。哦，风好大，天好冷啊！啊，你难以想象。今天是3月22号，我们来到这个驿站，现在我们称之为驿站啊。整个这个区域看着其实挺大的，然后这边有太阳能的储能的装置，看着很现代化哦。但我告诉你们，你们见到的在这里的一砖一瓦，每一寸土地，都是当年的人用血和汗一点一点在这个无人的区域搭建起来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在我们可可西里无人区有非常猖獗的盗猎行为。然后我们在来的路上能看到一个索南达杰的墓，然后呢，这个墓就是当年他是在这里跟盗猎的这个分子，然后来搏斗，最后牺牲在这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往里走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见到的每一点现代的设施，其实都让我充满了敬畏之心，因为真的不容易，这是一代一代人努力下来的结果。我们往这来，整个这片区域是藏羚羊在产崽季的时候，有一些掉队的小藏羚羊，他们就把它捡回来，放到这个灰色的这个小屋里，然后等这个羊群过来的时候，再让羊群去给这些小羊喂奶。这就是这边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来这里，我会发现这里的朋友们啊，这里的干警们，他们都非常的寡言少语啊。你好，你好。然后也有一些严肃，而且他们每天工作这个环境里，他们真的就会很干净。啊，在这边还是对，对，来，喂，我们也是
天天在这边调研。哦，是吧？对对。好巧好巧。他们一直是一个在这边工作特别不容易状态，然后我们也一直关注这边。哦。非常感谢。他们这儿特别缺的。水特别缺。因为这边的水啊。因为我们就是从不动泉那边拉的水嘛，是没办法正常饮水的。然后一般就是洗涮就用那种水，因为那个是含汞超标的。就是正常饮水、吃饭、喝水就喝这种纯净水，还是得从下面带上来。对，所以我们这专门就买这5升1桶。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这是10斤洋葱，还有这个土豆、胡萝卜，还有青椒。咱们今天就可以吃那个捞饭。对，这不是羊肉啊，这羊肉太沉了，30斤羊肉，你也别一块捞，咱们都谨慎一点。这不是说咱偷懒啊，不，咱是猛的上来了，跟一直在这儿，它还是不太一样。我们在格尔木带的几十斤物资，就是为了来这儿看望这儿的朋友。在这个高度，我走路都已经费劲，他们却要轮班来这里值守，一次就是半个月。吃住都在这个小屋里，还要负责整个博格西里地区的盗猎、巡逻、救助等各种工作。你看这一锅水就开始很慢，因为我们这儿海拔高，它就耐住了。好了，到你这儿是不是都是形式的？对，一般。主管刑事犯罪。您坐。哎，对，你们拿过来，我们再喝着呗。我们哪有这个条件？我们平时喝的是白开水。我们就水呗。水还是从30公里以外打上来的。水可能都喝不上。你们也会有个？谁都是一样，都是人嘛。你说的不可能，大家都是啊铁打的，他都一样。我还以为在这儿。不，他一样，只是就说是你自己不能给自己加了个心理暗示，你感觉你难受啥，他自己感觉哎确实有点难受。你要是感觉你没事，真没事。那你在那个5800的地方难受的时候，你咋弄呢？不难受。那咋办？不难受。你就没难受过吗？不难受，没难受过。这么多年在科技里。你靠啥坚持呢？人家没难受，人家你就会好好的吃上2口肉就行。出锅喽！烧壶水，来我来烧，一会儿要兑点水吧。这还得兑水啊？因为它油。哦，对呀。开水没有吧？没事，那我省点水吧。啊，好，谢谢。尝一下。是挺油。对，所以要加点。没事，我来点饼就行了。我少点。尝一点。尝一下那个。哇，这个超好吃。但是这个虽然是有点油啊，但是泡了这个馍之后就很香。对。我完全不想加水。它这个胡萝卜和这个土豆是切了这个块块之后，然后它现在你吃的时候拿筷子一夹，它不是那种面的，带着点忍劲，然后这个胡萝卜很甜。我刚才听咱们记者跟我们讲过，说原来的时候都是瞭望塔在巡是吧？就所站有一个瞭望塔，除此以外，你4.5万平方公里，一个瞭望塔能搞定吗？搞不定。那你们是咋巡啊？主要就是巡护嘛。尤其是现在最头疼的就是这个穿越。像这个穿越，它带来的这个危害是指对野生动物危害，还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是说会有一些这个危险，它是人身上的安全的成分？一肯定是这个非法穿越呢，没有人身保障。而且说是他们有救援，都不是合法的，这是其一。其二，它是破坏力是相当厉害。压了这个
草了以后，咱们都知道这个高原的这个植被恢复力是特别慢的。哎，你这后脑勺有3到8二？不是，我说你后脑勺有3到8二。给你倒点汤。这儿。来点调皮的时候。真人班一个是在腿上，一个在腰间这块。腰间这块，那是巴士是怎么弄的？一个是钢丝绳打的。哦，谢谢。另外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枪打的。枪打的？什么枪打的？自制枪。哦，盗猎的。对啊。我打哪了？腿上。还好，运气很好的。当时是什么情况？追赶呗，还能干啥？哦，是哪一年的事儿？04年。04年。那相当于20年前还是有盗猎的。怎么没有？07年开始就没有了。07年开始没有。这么3代人，这中间出多少事，还有多少人为了这个事做一些事情，所以从来没有后悔过。您在这工作多少年了？我是26年。26年。99年到的。26年。他是2001年到的。他是2017年年底到的。您都在这儿8年了。所以作为一个，而且我们说句实在话，我们也不好意思，一些女同志是真的受罪了，而且睡觉更不方便，就在帐篷里，这个呼噜那个呼噜，睡不着他。土错才人告诉我，这20多年，他们救了很多人，保护了很多野生动物，也喝了很多脏水。我们好多队员都喝过那个车辙印压的那个水，白天看的是里面有红红的虫子在那晃的飞飞，晚上看的那就喝那个水，眼睛长得见了那个肚子都痒。他们受了很多冻，吃了很多的苦。现在回头去看这片土地，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枪伤？他拒绝，他说其他人身上的伤都比他多。走了，拜拜，一路平安。好，拜拜。就翻车了，这是。人没事吧？啊，这说翻就翻了。你这需要帮忙吗？我没事没事。我把您拉一段走。没事没事，我待会儿让科部来人呗。科部来人。啊。科部往上上。这一会儿有救援过来？有。这咋救？就直接？他在那个吊车呗。在吊车。啊。哦，你不害怕吗？哎，没事。你之前翻过？没有。这刚让来车。这刚才这咋就突然就下来了？我朝那个车呢，他往这边甩了一下。您拉着东西这是去哪？去上那个林芝呢。哦，往林芝走啊？哦。是从格尔木转的过来。这脸去。这个没事。没受伤吧？没。我操！啊！这一个人开这个车在这路上跑就是非常危险，就一瞬间的事情。这都是讨生活的人，真是。
就说这叫过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这个青藏公路，它整个沿途，尤其是穿过可可西里这一段，它的这个昼夜温差还有四季的温差都特别大，所以这个路啊，它难免会出现一些沉降的情况。所以当我们这么开的时候，就经常会，就这一段五道梁这一段就特别容易被形容为搓板路，它就是哒哒的就晃得特别厉害。在这里面没有那种什么利益啊，大家不考虑这些，大家都必须要非常主动的去帮忙，因为再往前走就到唐古拉，那边海拔更高，所以你不定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所有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所有人，都是可以无偿的、随时随地的为你提供帮助的。当然我们也一样。你看啊，虽然这坑坑洼洼、上上下下的条件很艰苦啊，但是你看远处全都是无忧无虑的野生的野驴、藏羚羊，你能想象吗？这个那边有铁路，这边有公路啊，然后大家在繁忙的运输着这东西上下往西藏那边走，然后其实这些公路下面都是有那个涵洞的，就动物是可以来穿过的嘛。然后这些野生动物就在这里无忧无虑的栖息着。对，我去，我这感觉我这是乘风破浪的哥哥呀！我去，不行，我得来一口。浪起来！我家去，这个感觉还挺爽的。过山车一样。哇！我去！这么浪起来，感觉还是挺平稳的啊，就是你还能觉得像在坐船一样，就是有点刺激啊，但是一点不颠簸，没有那种嘎啦啦啦啦的那种感觉。哇！把我帽子给我来，后面把我帽子递一下。哎呦我去，这风啊，这门都打不开，我去！好家伙！稍等，我有点喘。我们这就到了号称是长江第一站的沱沱河了。现在啊，这个地方晚上零下还有接近零下20度，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水啊，多半还都是冰，所以它还只是涓涓的细流。但是从这里啊，它这个水会一直往下走，然后再跟南源的水还有其他支流的水汇到一起，然后奔赴万里啊，一直到大海。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真的很激动。但是今天这还不是我们这一集的目标。大家知道沱沱河的水是哪里来的吗？为什么它叫通天河呢？是因为再往上那里是格拉丹东雪山群，雪山群的第3高峰江根迪如两侧的冰川，那里的冰川一点一点一点化成的水，然后又一点一点一点汇聚下来，流到沱沱河，形成了这里的水源。所以我们这一集的目标是继续往前走，
当然，到这儿大家是要休整一下的，我们要在唐古拉镇休整一下，见几个朋友，然后会继续往前走。我们要一路开到最根儿去，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母亲河这第一滴水是怎么变下来的。这边这天说黑就黑，这太阳就跟划了一脚似的，也高原反应了，扑腾一下就下去了。哎，那出来吃点饭。老板拿，不用小点声说，拿菜单吧。菜给你买好了。哦，好，谢谢，老板还帮我们准备了拖车绳。对，明天进格拉丹农用的。第一回吃这个。买了个粗点的，有一个细点的。这赶一天路啊，又高原反应，得吃点素的，就要不然上火。老板，来个手抓羊排吧，行，再来个葱爆羊肉，再来个腊肉香肠，再来个蒜泥白肉，来个鱼香肉丝，来个盐煎肉。盐煎肉吗？小炒肉。都要。好，米饭。你这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北京来的，我们要去格拉丹东，对，所以就直接在这儿给我缓了一下呗。缓了一下。哎，你们上来适应吗？反正我吸了一路氧，还行。晚上睡觉也适应。是吧？今晚就住这儿呗。啊。我在格尔木几十年，我上来还睡不着。啊？还睡不着觉？欢迎下次光临。哦。好。你们就都在格尔木生活？我们是干的就是修管道。哦。哇，这不容易啊，不容易。说这两天晚上还零下20度。反正暖和了，天气暖和。啊，这叫暖和了？暖和多了。啊？暖和多了。哦。我们的机械油都是-35的油。哦。这是你们干管道，这是你们来的最艰苦的地方了。这不算艰苦。还有哪还比这艰苦？唐古拉山更艰苦，你先说。别说这个车啊，你这老开我受不了。哎呀，可以，没问题，大哥。你讲。那时候那个车啊，我是从驾校出来的，刚学完驾校嘛，开着车在南郊饭店，有2个湖北人，那时候是康明斯5吨的，他拉了那个汽车配件去拉萨，那个他就是想跑市场，然后就说是，雇着我去趟拉萨多少钱？那是96年，给你500块钱行吗？那96年的500块钱不得了，我说这货有钱啊，我说那去，第二天早上天不亮走，我娘了，走到那个唐古拉山正好山顶，车上一个配件坏了，瞬间那个车上那个暖瓶嘣嘣嘣爆了，往外边看啥也看不着，我操，把人冻的，那时候冻得要死，他俩去拦车，在路上拦车往下走啊，他俩站在路边，你知道吧？这不招手，在山顶你哪有停车的？结果我看他俩拦不着，我说这要冻死，我就下去拦，我站在路边拦了多少个停了一个，回到家跟我大伯一说，我大伯把我揍了一顿，那个差点没丧命，正好在山顶。一到去那个什么，那个气还缺氧，那车打不着火，那这一共有那个烟气啊，设置给气打着火了。对，
我今儿打火机带上来都打不着。这样啊，你是用火石打火机啊？啊，有带齿轮的，往那种带轮的。带轮的。带轮都能打着了。哦，哎呀。来个麦，小花。哎呀，谢谢大哥！哎呀，谢谢大哥！哎呦我的，哎呀，谢谢！哎呀，这你看，来，葱爆羊肉。哦，谢谢。啊，都过来吃饭吧，它是米饭挺硬，但是到这儿能吃到这个饭就已经很爽了，因为物资能运上来真的很难，它可可西里是不毛之地啊。因为你吃这个粉条，你也不能太用力，太用力之后会喘。哦，您是从哪来的呀？我们以前在西安，然后到这里。当时怎么想着来这儿？朋友叫朋友，推荐来的。哦，那您这食材什么的？食材是从格尔木拉上来，这里有菜店，每个菜店有那个挂车，米面油菜，全部拉上来，然后我们在他那里买，他给我们送来。所以这所有的菜也都是格尔木拉上来的。对，这里什么菜都没有，只有牧区喂的牛羊，其他啥都没有。刚过完年上来那会儿，素菜跟肉一样的，都是10几块钱一斤。就你2个手能拎动的菜哈，1000多块钱，蔬菜，跟肉一样的价。啊！我买最贵的青椒买过16块钱一斤的，没有水不方便。那水是怎么弄？买水呀，1桶水是，反正下一次水是，60啊，隔1天下一次。洗衣服做饭都是买水，别人在我们家提开水，叫车打不着火，从来没收过钱儿，就给他免费用就行了。那这水是你自己买的呀？买的，买了他提1两活用也没事儿。哎，出门在外不容易，能帮就帮呗。他用了他就一回来吃饭了呗，多照顾2次一样的。对，这是中国人的哲学。对，像今年修路可能到4月中旬以后，人就差不多就上来了。109从格尔木到安多，全部把路加宽修平。加宽修平说不知道修几年，然后修完接着要修高速。啊，这都要修高速？还要修高速，赶高速修着我们都撤了。那会儿肯定也没人了哈。对，要是高速通，那直接就有时候从格尔木一脚就干到拉萨去了，或者干那去。对。但是你像现在早上从安多出发，你下午必须在这休息1晚上，第2天再走格尔木，不然800多公里赶不到。所以有了高速，这个镇子可能都不太必要，就不咋地了，对吧？唐古拉是藏语，意思为连雄鹰都飞不过去的山。顾名思义，唐古拉山镇是在青藏公路线上翻越唐古拉山山口之前最后的一个重镇。这个镇的历史与青藏公路息息相关，起源于1956年。其实整个镇子人口不到2000人，几乎都是为了青藏公路沿线的司机、旅客来服务的。刘兆芬大姐和老公就住在店里，白天忙活，晚上睡觉，一天从早点开始卖，一直卖到夜宵，生意比别人都好。她总是说，空气已经这么稀薄了，人情味儿不能再稀薄。没啥高仿，哎，你可以啊。哎，你好，怎么样？你们团队有高仿的？哎，组长老师加。崔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就是辛苦您了，还找没事，不辛苦。对我们这会儿就想来看看咱们这个志愿者平时都是在做。行，好嘞。好。我刚刚在这边分类垃圾。哦，这些垃圾都是从哪儿收回来的？有一部分都是从草原上面从牧民那捡过来的，还有一些是过路的这种司机路边丢的，然后呢，我们志愿者自己去捡的。
我们会在这个像沿线两边10公里，是沿着公路，青藏公路沿着青藏公路对，往上10公里，往下10公里左右，隔一段时间会去检一次，然后嘛那个时间和那个垃圾的数量登记一下，然后呢再隔一段时间再去检一次这个区域，做一个调研，就是不同的时间内它会产生多少垃圾的一个量，以及它产生的垃圾的一些类别，会进行一个统计。由此来判断整条线可能会产生多少垃圾。这个是统计啥呀？对，我们需要统计每个品牌的数量，知道每一个商家，它所产生的塑料垃圾的多少，这样我们就好跟去品牌方去协商。去协商啥呀？就是关于垃圾环保的，我们可以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明白了。你也是志愿者？对，我是志愿者。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从安徽过来的。我之前在非洲做志愿者的时候，然后呢，我遇到一个男生跟我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做环保的组织叫绿色江河，然后那时候他就给我种草了。然后我今年1月份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就立马报名了，然后我就选上了4月份这批志愿者。这一批是多长时间？是1个月。1个月。对，我们每一个志愿者来这边都必须要做1个月的志愿者。我湖南的。从湖南上了？上了多久了？1个月了，差不多。哎呦，厉害啊！咋想着上这儿来了？就干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嘛，挺有意义的嘛，要有人来干嘛。然后我说，你要换什么呀？然后姐开到这边姐，阿姐。姐，这些瓶子我先给您放这儿，然后我最后分类完统计好数量，然后我给您统一去算。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如果您想换那个礼品的话，就给您换礼品，或者想换食品的话，就给您换食品。您是从哪儿上来的呀？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垃圾换食品的一个活动，然后镇子上的商家呀、牧民呀，他们会把自己家里附近或者家里用的，或者是路上捡的，会收集起来，然后带到我们这边来去兑取一些食物之类的，或者是一些礼品之类的。通过这样奖励的方式，大家一起参与做环境的一个保护。阿姐，这个表您先签一下您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到时候统计出来之后，然后我给您统一去结算，好吧？这姐姐是牧民吗？对。姐是叫国什么？国之。国之，好。姐，这个数据先放这儿，然后到时候统计完给您把汇到这个表上，然后您下次来的时候给您把那个汇总出来，然后不管是您是换那个洗衣液也好，还是我给您拿那个五谷磨坊什么之类的，回家都可以用的。好嘞，姐，谢谢你。之前这边是堆满的，然后志愿者已经在分拣了快有1半左右，然后这边的统一下来有9000多个，快1万个瓶子，然后去进行一个兑换的。这也是咱当地的牧民他逐渐有这个意识了，他会给你收过来，大概给你分一下。咋分呢？还是分？就是一个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理的一个模式，把高原的垃圾带下去。我现在其实很意外，就我从来没想到，在我们的长江第1站，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2年我们这个保护期保护的特别好包括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之后，很多物资现代化的商品运进来之后，那牧民他们产生这种垃圾的处理，就是在保护区之外的，那其实也是面临着一个问题的。然后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鼓励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垃圾还有在路上见到垃圾都捡回来，然后他们在这边整理分类好垃圾呢，也让中国邮政车给驮下去。挺意外的。我们现在往里看看，说已经在做饭了。哇，今儿做啥呀？红烧肉。做啥？红烧肉还没弄好呢。做红烧肉。哟。这边是
热水，我就没烧水。对，我也觉得好像煮红烧肉加开水好吃。加开水好吃啊。对，有人说要加凉水，我不要加凉水，加凉水肉会那个变长嘛。嗯，您哪里人？我河南的。您这就是大家谁值班就是一个人做。我今天是主厨，所以我做饭。您是河南上来的？我原来是炊事班的。啊？我原来是部队炊事班的。原来是炊事班的。最近这半年没啥事儿，就来呗。这边做饭得用高压锅。像这种高压锅比较快嘛，一般的也能做，但是比较费劲，比较麻烦。这半年您没啥事儿，您上来了，您会觉得在这边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这边的人可能更淳朴一点吧，然后在这边你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简单一点，也没有那么多可想的，很单纯。对，很单纯。就在上面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是这样的。我们是轮流的啊，就是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去做。OK。不光是我一个人啊，对，我们都要去做的。就是做饭，然后捡垃圾。对。然后分类。是的，然后还有一些测温啊、值班啊这些事情。我们要去格拉丹东，你去过？格拉丹东我们就先不去了，因为马上班德湖那边要开战。班德湖那边是的，开战包括对于原有的设施的一个打扫清理，还有那边包括像电力、水利的一些去搭建嘛。OK。然后也是捡垃圾。那边垃圾其实不多，因为那边是一个未开发的状态，那边更多的还是保护斑头雁这个项目。就是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过来了。对，已经从珠峰飞过来了，然后现在可能就去班德湖那边。哎，班德湖离这儿多远？几十公里吧，但是得有熟悉的，比如说像蛋哥这样的向导，否则的话是找不到。我看我们那个宾馆的墙上写着说，斑头雁是唯一一个可以飞越珠峰的鸟类。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那像那种很多有些鹤呀什么的，像一些梭羽鹤什么的，它们是借溜那个气流，气流顺了之后，它们才会飞。而斑头雁是直接硬飞的。哦，这么厉害？对，它可以看着体积很小，但是呢，确实很厉害的，它是硬飞的一种。哦，其实我本来就是这个本地的嘛，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捡食斑头雁的蛋，这以前很早的时候就经常就有这种事情，几十年前吧，就是没有什么保护，大家都会去捡，到就是它也就只能是5月份嘛，就是斑头雁产卵那个季节，而且小时候呢，我自己都参与这种捡食斑头雁的这个活动当中，然后呢后来就发起这个那个保护之后，我们就积极参与，然后呢就开始一直就做这个保护嘛，守护斑头雁。在连续多年的保护下，仅可可西里地区野生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过7万只，藏野驴种群超过13000头，整个长江源头地区的生态得以持续性恢复。现在走在这里，仿佛进入了野生动物园，四处可见野生动物。这就是班固湖，叫班德湖，这就是班德湖。对，前面那个黑色的那个是一个岛，一个湖心岛，我们称它为小岛。然后我们的正前方大概1.3公里地方，现在这个肉眼看不到，有一个岛，那个叫我们称的大岛，那个上面就有上千只斑头雁，就在那个上面筑巢。因为现在这边都已经结冰，它现在还不会在冰面上。但是这个几月会开始大批量的倒过来？4月半到5月份吧，就开始大量的到达这边。先是一对的那种开始交配，之后就会到岛上开始就筑巢，然后就在那孵化，一直到6月份。
小鸟就出壳了。我们再过段时间开站，开站就是我们这个站就开始住人了。然后呢，我们在那个斑头雁还没有到达这个岛上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岛上进行装那种就这种摄像头，云台摄像头。我们就在这个监控这边有一个监控室，里面就可以看到所有岛上的信息。我们岛上装个7、8台那个摄像头，然后它可以变焦，又可以旋转，然后呢就对着那个斑头雁，它也是因为先有了这个摄像头，然后后面他们过来的时候，它会巢就在那个摄像头下面筑巢，然后就一直孵在上面，就很多很精彩的很多画面，就通过这个来可以拍摄。我们这个摄像头这个画面都会向那个三江源国家公园、青海省这个环保厅，他们都需要的话都会公开给他们共享这个画面，然后他们实时看到这边的斑头雁的情况，也是很震撼的。这个啊，还行吧，现在这天还已经给面子了，其实这天都算给面子了。对。像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远程看得到。像班德湖这个湖面的水，最终会从刚才那个羊群那边流出去之后，最终从这边流到沱沱河里了。哦，它也是沱沱河的，也是长江的一个支流。哦，那陆续的差不多有个几十只。哦，岛上已经有了。对，几十只，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先是在慢慢聚集之后。它会岛上呀，包括水面呀这种交配，然后最终才会筑巢。现在岛上它这些来了，然后白天可能去觅食，晚上可能住在岛上，就类似这种的。哦，你看现在陆陆续续的岛上有一些个了。那哦，在飞的。对。哦，这都是。哦，这么多了已经。对。春天来了。蛋哥说。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可是也没去过格拉丹东。于是我给安多县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临时决定带着蛋哥一起进去看。当天我们从班德湖出发，前往偃师坪镇。第二天，我们将从偃师坪镇正式出发。目标格拉丹东。出发了啊！最后一哆嗦，睡着了吗？昨晚上？睡了，刚才热醒了。你睡着了吗？小花？当然睡着了。我最开始跟你一样，也是心脏突突突，然后就很发热，然后把窗户打开之后就好了。然后我连被子都没盖，因为他房间太热了。对，走吧，出发。因为高原反应的原因，我在前一晚整宿都没法入睡。躺到床上的时候，心脏像是跑了冲刺跑，扑通扑通，完全无法入睡。收获很大，今天我已经也很久没来了。不管是今天去这边江古地游，还是这个格拉丹东，我都觉得挺值的。本地人都觉得值。之前像江古地游，我们最早的时候一直在去，这几年都没怎么去过。像交通安全确保证。就放心好了。
下来，降下来了。想让你拍吧。不行了，确定吗？昨不是补了吗？昨儿弄到这后头，都检查了，可是。这个是又扎了。昨天弄的时候，我让那个师傅特意检查的，4个轮胎全部都检查了。OK， 那现在是解决不了这问题，对吧？那只能换备胎，只能换备胎。备胎不行吗？几个小时开进去那。备胎太少了吧？那就你先回去补胎，你先回去补胎，然后人员调整一下，蛋哥，你我南日凡，咱们几个人一辆车，大部队继续走。我们车上也可以坐，我们车上也可以坐。你们车上可以坐，可以坐2个人。哦，好吧，好吧。给我。把拖车绳。我们后座上可以放，把吃的车上有空的。我操！我点吐了。你们开没开越野模式？现在刚打开。前面大概还有130公里的路，但是要走整整6个小时。我们把天光走了出来，我们把路越走越模糊，我们把河水走成了冰，我们把微风走成了狂风。可是不知为何，那长江的源头就在眼前，却怎么也走不到边儿。这大概就是望山跑死马吧。那天的路极其颠簸，我到最后已经记不清到底过了几次这样的冰面。总之，最后终于是到了。我这么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安多县了，海拔已经有4800多米。再往前就已经没有路了，全部都是土石路。然后现在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就是我们开的这2辆，这个途昂 Pro 是普通胎，所以来的路上一辆车已经爆胎了。然后再往里走的话，这辆车爆胎的概率基本上是100%，因为全都是石子和冰碴子。所以我们只能把这辆车扔在安多县，然后搭着这2辆车进去。这个跟性能无关，这主要是这个轮胎不行，头疼，真就是头疼。这个敲和镐。妹妹，结冰了里边，现在零下15度。来懂了。我知道。要加几个呀？就这个要加几桶？2桶就满了。天气太冷了有点冷。放下我们的第2辆车，我们在当地马曲乡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一辆本地车，就这样我们出发了。
现在风很大，这边也是长江的，源头离这不远了，只有10几公里了。之前来过一次，但是今天走的完全不是原来的路，原来我们走的那个比现在的路，今天的路艰难多了。但是今天这个他们现在是走比较平缓的路，今天这个路程还算是比较好的了。现在这边就有几个冰面要过，深得很，你看，听这个声音，好深的，这地方很深。对，而且这个薄的很，这个冰面一旦塌下去之后，车子整个会陷在里面。现在这个季节和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是最不好过的时候。一个即将要结冰的时候，还有这个就是即将要化冰的时候，冰层薄。夏天的话，就完全是水的话，它只要是这种底下那种沼泽里头陷不下去的话，它这个冰层这种是不用担心的。像我这啥家的，就是能我下巧克力做就冇的。啊。下我就是能我的，下巧克力做是的。那时候做啊，对。这个的。个里发东个里就了我就想。个里혹시也就叫嘛？巧克力就在。好，决定了，那就走。走地。第二个车不能在这过了，就快走开！啊，这边没塌，顺利通过，走。你知道吗？你这前面看着一排雪白的这个冰川的时候，我突然间特别想哭。我操！你想哭吗？太震撼了。我面前的就是江古迪卢冰川了，它位于格拉丹东雪山群的格拉丹东峰西南侧，由南北2大冰川构成。冰舌海拔5400米。江古迪如北支冰川宽1.3公里，长10.1公里，冰塔陵最高达20多米。江古迪如南支冰川宽1.6公里，长12.4公里。这2条冰川就是咱们的母亲河最本来的模样。
我们终于到了。这里的风特别大，现在海拔有5400米，体感温度大概在-20多度左右。这是我们这长江吃饭故事的第1集的结尾，我终于带着大家走到这儿来了。往远处看，这就是长江。这一排冰川就是它的源头。这冰川里的冰化成水，一滴一滴的水汇成河。这里的环境真的特别。这里风特别大，我的嘴里现在都是沙石。然后你根本在这站不住。然后这个地方植被又很稀少，常年的温差又非常大，真的是非常艰苦的地方。可是这长江的水就这样一滴一滴的汇聚成河，又成涓涓细流，最后一直往下不停地奔涌，经过了那么多的地方，最后到了上海，到了长江的入海口，汇入了太平洋。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啊！我们站在这里啊，不畏艰险，我们从大山走来，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族，不管你是哪里人，你只要在这长江两岸，你就是中华儿女。我们汇聚在一起，齐心协力，从这片苦寒之地一步一个脚印儿，团结在一起，走出去，走向这个世界，汇入到这个世界最深的大洋太平洋。这就是我们的长江。所以我们的吃饭故事从这儿开始。2025年要给大家把这长江整个讲一遍。那天的风特别大，坐在那几块石碑旁边，我突然很想哭。我在思考，这里既没有美食，环境又极其恶劣，甚至我们随时会成为藏棕熊的美食。那么，我为什么要带着大家来这儿？我的伙伴们跟着我，经历了无数次爆胎、陷车。造孽呀！我们见到了许多不同的人。没事。我们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美食家，为什么要带着他们来这儿？最后看着这涓涓流水，我突然释然。今天在我面前化掉的这一滴水，他的一生注定将面对无数困难，他必须克服无数阻挠，他必将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可是这滴水不曾害怕过，因为它来自苦寒高山。他会和他的同胞们拧成一股绳，汇成一条江，最终奔向山海。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本色吗？相比于征服，我们更讲调和；相比于攫取，我们更讲奉献。有人说，你看，这是你们中国人的精神枷锁。可路遥知马力，我们倒是说，这才是我们跨越千山、汇聚成海的底气和能力。
您这边是车坏了吗？对。我们能需要帮助吗？帮助不要，现在不成打了。啊，怎么了？不成打了已经，就不了问题。哦，那您是到哪儿啊？现在？就您目的地上我目的拉萨。哦，就有住过来。现在我打救援电话，那个到了。你跑这么多年，这条路上什么好玩的？没啥好玩的。通过这条路。对，我感觉这条路对我来说啥意思都没有，没啥好玩的，真的。也没遇到有意思的事儿，没。喝咖啡吃烤肠，咱们前面看看网红啊，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咖啡了啊，老六咖啡。你们从广东开过来的？对。哇，太厉害了！开了多少天啊？怎么护食？不能护食，知道没？啊！你都可以抱他了。看雪山。这一端最好了。这青藏线这条线嘛，你有啥看的吗？过来过去就是那个。这条线是不是相对来说最赚钱的？这条线赚钱。这条线，你这条线死的人你还没见过。就这边海拔的。身边有认识的这个同行？有吗？咱们有。对，去年也这就几个月的时间了。他离开这世界了，永远这世界不存在了。也就是40岁的小伙子。我们接着赶路了。你们买药了没有？买了。你们买了葡萄糖没了？有。啊，那你买的是那个是瓶装的吗？还是那个塑料瓶的呢？是粉的那种，应该是。那就是这种的，你看。啊，是这种的。对。不是，我这送了，我剩了一盒，不是你们拿走吧？啊不，您留着，我们那儿有备着的，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再买点。我们要挺多的。对，就这个嘛，最好的。行。这个你喝上，只要你反应了喝上一瓶，管用了哈。